榆树和六月雪都适合初班棚艺的人练手。榆树可以练攀杂，而六月雪最适合修剪。六月雪的萌发能力极强，但它的枝干皮很薄，比较脆，愈合能力也差。这些特性正好与榆树相反。在玩的过程中，可以学会很多攀杂、修剪与调整的技巧。像这种六月雪枝瓣成型就是剪出来的。六月雪取材很容易，枝干扦插，大约半个月就会出根。剪下来的枝扔在沙地上也会很快长根。六月雪成活后2至3年就可以基本达到这个干的粗度，但一旦木质化就会放缓它的增周速度。成活后的六月雪可以选择玩梯根。六月雪的根生长很快，而且十分密集，呈自然弯曲。玩梯根具有不俗的表现力。这一盆就是在培育的梯根。像这种根就不需要进行过多的调整，根密集只需要将整体进行定型。六月雪根部的萌发能力特别强，这种芽基本2个月要剪一次。但就是这种特性，也为培植多干或者是丛林六月雪提供了可能。培育的方法很简单，了解一些基本的丛林布局规则，可以在枝条长到10几公分高的时候对它进行定枝，几年的时间就可以培育成像这样的丛林盆景。前期多留几个枝条，再依据你对丛林布局的理解，逐步对它进行疏剪。随着生长变化，调整干在空间上的布局。玩梯根或者是玩丛林，确定好它的树势，你这盆六月雪的盆景也就基本成功了。六月雪适合阳台玩盆景，像这种六月雪可以玩一些小的。六月雪的适应能力非常强，在阳台养，只要保证它不缺水，就会生长好。可以采用我在前面提到的方法，下面放一个沙盘，让它长出偷生根。在阳台养六月雪同样能开花。六月雪的侧枝分布密集，源于它的萌发能力强，逐年对它进行修剪，枝瓣会很快形成。像这种过粗的侧枝，要尽量的把它剪短。剪短后会萌发多条枝，每条枝开几朵花连成片，枝之间错落有致，就有了六月飞雪的意境。六月雪的修剪每年2至3月份进行，这个时候修剪，重新发出来的芽养分充足，能形成更多的花苞。六月雪的造型简单，成型也快，但六月雪在养护中有几个环节要注意。一是六月雪喜欢阳光充足和湿润的环境，养护中不能缺水，可以多浇水，但不能积水，积水会产生烂根。在严重缺水的情况下，六月雪会掉叶。有这种情况出现，不必紧张，先浇一点缓冲水，等它慢慢恢复后再进行正常的补水。在这个时候不能发现缺水就立即浇大水，那样会造成根吸水过快，产生膨胀破裂。二是六月雪不喜欢肥，尤其是生肥，也不要将其他的肥料埋入到盆土中，什么羊蛋、鸡粪这些产生热量的东西，千万不能放到盆土中。三是六月雪的枝干皮很薄，而且它的愈合能力很差，枝干破损或者是折断后，在高温季节很容易产生失枝。这也就是六月雪为何是以剪为主而不进行攀杂的主要原因。好了，六月雪盆景就讲到这里，我是山区龙茶，谢谢你的收看，下期见。